这个上次教过阿志一次，然后他觉得有点难度，他就丢给我。我来了，他说：“小夏，这我不会做。”然后那2个脚踝，这2个脚踝跟上次那个 MGX 的攻击自由是不是一样的雕法？然后他说：“小夏。”好，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比较难的，所以就是这个应该是拆件的顶级吧？没那么难，没那么难。对，反正就是借由这一集，我示范这个给你看，顺便做这个不同的 MGS。哦，注意看影片哦。下次要自己用，不要再拿给我了。这一集你一定会学会，因为我之前有秘籍没教。哦。这一集我就把秘籍一起教给大家。OK， 好 ，Go。好，那我们现在正式来了哈，就是买到一盒模型的时候，各位不要急着打开，好，你先好好的欣赏一下人家做的这个盒绘。那你看哈，这次的盒绘啊，它还是一样做了一些这种高光阴影涂层wash，轻微的旧化，让这个机体有一个战斗的气息。然后无论是这种白色啊、灰色啊，或者是红色的部分，都做得非常的有使用的痕迹。好，那再来呢，就是他们的这个蓝色哦，非常的有魅力哦。到这种边缘边边角角是比较深的蓝色，然后到中心点哦，这种比较大的受光面呢，它会变成这种比较淡的蓝色哦，甚至有一点点褪色的这种感觉哦。你看这种位置都会有。好，然后再来，你看人家用了一些这个水贴，啊，这里有一些警示标示的这种警告贴纸，来增加这个机体的这个视觉的资讯量，也就是说，我们眼睛看到以后，会觉得哇，这个东西好多细节可以看的那种感觉。那本身这个机体的这个层次啊，看到这个 SD。哇，那个 MGSD 每次还是会让我赞叹不已。这个不起眼的这个骨架，就是 MG 的骨架特征。然后呢，这些刻画非常细腻的细节结构也是非常的吸引人。然后连这种蓝黑色、黑色，它就做了这种褪色的处理。欣赏完盒面，我们就可以来进行这个整台怎么制作的一个规划。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是透明的彩件。像我就会很想要用珍珠漆来表现这种质感，就是除了它本身的透度，那我们做一些漆不同的选用，就可以做出不一样的感觉。好，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进行制作这个 MGSD 的部分。这一次呢，跟我们以往那种 Vlog 不一样，我们就边做边讲解一下。好，那我们在制作这个的时候，因为我们做钢弹实在太多年了。基本上不看说明书也可以把这些都涂起来，就是它的一些基础特征实在是太明显了。像这个就是腿啊，然后像这就是肩膀啊、手啊、肩膀啊、上肩啊，然后前臂啊、武器啊、大腿啊、前腿盖、膝盖，这些都非常的简单。那我们要一次性的剪下来的时候啊，如果说我们想要求快速。求很快的时候，我会准备这种大把的斜口钳，就是一次性的，我们可以把整个同一个方向的全部剪掉，类似这样子，那不会掉下来，可能就代表它是另外一个方向，那这个剪掉以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个大类的分类，就是我们在节目制作是为了让大家看这种比较一个正常的一个流程。但是我们实际在制作的时候，如果我们已经很清楚，其实我们会用比较快的方式，就是类似这样。那你用这种大把的，一次几乎可以把所有的这个零件剪下来。那这种大把的，其实平常我们是用在这个 GK 的制作，因为它剪注料口剪下来是很平整的。那你看这个方向一剪完的时候。你这整个框架的零件基本上就喷的差不多了，就差不多下来。也就是说，我们 S 轴走一次 ，Y 轴走一次，这就是一个正常我们在制作代工应该有的一个速度。
这样就结束了。大把的做了这个1段剪以后，如果你不是制作 GK， 它就可以休息了。那这时候我会换成这种小把的斜口钳。那这种小把的它是单刃哦，忘记说了，我们这个大把的它也是单刃哦，就是这是超级大单刃，这是小单刃，所以它会比市面上的那种剪起来的锐利度感觉更不一样。好，接下来就是我们会不断的用这种小把的来接近贴平的方式，然后来把这个注料口剪掉。这种东西就是非常简单，不需要去思考。那你注意有时候你的斜口钳这里就会卡注料口，那这个最下面它是挤不下去的。如果你造成过度的挤压，就会导致斜口钳变形或者是错位。这个就是要非常小心，要把这种用牙刷或者东西把它剥掉，然后再继续剪。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当你贴平剪的时候，单刃的斜口钳可以让你几乎快要没有注料口。好，那我们看一下贴平，剪掉就剩一点点。好，这就是首先我们做第1阶段的这个去这个注料口的一个处理。这个过程呢是不需要思考的，就剪就对了。那像这种要断不断的，最好你还是用剪的。OK， 好，那剪完以后呢，多多少少会有一种这种注料口的痕迹。那我们有很多种砂纸可以选择。那第1阶段呢，我是习惯就是找比较硬质的，因为硬质的打磨棒可以比较省力，增加一下这个打磨的效率。那我们这个超级棒，它有一面是400，一面是600，我很喜欢这种。那超级棒跟这种海绵的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我们海绵的时候在用的时候它其实有时候你出力，因为你这样在旋转在打磨，你会用到这个手腕的这个力量。那这个手腕毕竟没有什么肌肉，会比较容易酸痛。那所以前置第1关的时候，我喜欢用硬质的。那硬质的这种打磨棒大家你看我操作的时候就是我固定好位置，我是整个手臂有没有这样拉一下看一下。那这个时候我们平常在练肌肉的时候，这一块比较容易练起来，有没有？你看这打磨练，然后我们用这个下面的这个肌肉是整条手臂在拉。所以你会觉得这样子相对的打磨是比较轻松。那你要记得，因为这是硬质的，所以它切削效率很快。就是英文里面有分 grinding 跟 polish。grinding 就是研磨，我们现在在研磨这个汤口，所以它效率很快。你要磨一下看一下。如果我们在处理表面质感的时候，就比较接近 polish 的阶段。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要处理的还是磨痕，接下来我就会换这个好棒棒。那好棒棒有什么不一样呢？这种就是耐磨性的研磨材，所以它很适合做第1阶段的处理。那这种呢，就是我现在因为600号的磨痕产生了，所以我来用这个800号来修整一下表面的质感，一样。如果不用手腕的时候，我就是用这个。很轻松。那这个800完就可以用这个1000号，也是好棒棒。所以如果这个注料口刚好在这种很好处理的边缘，事实上你这个6、8、1000这3根棒子就已经帮你做完这个基础的作业。那而且这个600、400它是双面的，所以你有这3把，你等于就有4、6、8、1000。可是这个是在通用注料口。那有一些比较难处理的位置在缝里面或者在很奇怪的折角或者是说它整条都有分膜线这个时候你可能还是需要用到这个海绵砂纸，去针对需要处理的位置选用合适的这个尺寸，甚至说这种低粘度的这种砂纸它比较便宜。如果你比较节省，也可以用这种这一包可以用好几台。好，注料口。这边400，
这边600，好，600号，拉2下，看一下，拉2下，看一下，啊，没有了，没有就不要一直这样子，一直这样，不知道在磨什么，就抽完没有，好，就直接换800号，改变表面质感。好，那如果这个方向这样拉，另外一个方向就跟它错向1000号。好，这样就处理完成。好，这个面就 OK 了。接下来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零件它有这个不同的阶级哈，就是这看起来哈是另外一片零件，这个肩膀上面，但是它射出是一体成型的。那为了让这个结构感更明确，好，我们会让这片零件的衔接处是跟它分开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现在看这个零件跟这个零件，你会感觉这是一片零件，因为它的立体感哈，这个结构感不是非常的明显。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使用这种刻线刀来把它的边缘稍微做这个锐利一点的处理。那我们之前一直在讲是会入墨线留下很深的痕迹，但是除了入墨线以外，事实上我们希望看到的是非常明显的结构痕迹。那使用刻线刀的好处，就是它刻出来是直接是一个方形的。那它刻出来是方形以后呢，你这个结构感有刻下去，跟这个没有刻下去会差很多。那针有什么不一样呢？最多人在问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用刻线针，什么时候用刻线刀？像这一条，它是有一个角度的，我觉得我使用刻线刀有可能会失败。有时候我甚至会把针拿出来这样子。用这个方向稍微撸出一条轨迹，然后这样斜躺去毛边，就是虽然它是一把针，可是透过你操作方向的不同，会有不一样的功能跟结果。好，那这个轨迹出来以后，我才换成刀。为什么要换成刀呢？大家看到这个针划过去，似有若无。那个我们要的立体感跟结构感还没有出来，没有像这一条，这个点1的方形刀刻下去这么的深。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点1几乎没有毛边？因为这个是我们最新推出的一个XXX0的系列，登峰造极的雕刻刀，真的很厉害。那我们刻线，因为我们是右撇子，所以我们刻的时候难免刀子会想要往右边偏摆，所以我就让这个墙壁呢是靠右边的，就是我刻的时候有可能会歪掉，所以我们让墙壁靠在右边。那我们施力的时候，刀子的方向会往右边堆积，刀子你会轻微的往墙壁的方向跑。这时候你就不会往左边跑，有没有？好，这时候换过来你就要小心一点点。那没有把握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轻轻的画，你不要太大力，轻轻的就可以了。对，刚刚2条线是没有衔接起来的，我们现在才把它衔接起来。那么这个结构感呢，就会跑出来，你就会觉得哇。这片零件是另外装上去的，所以呢，它会有一个层次在那边，就会跟没有刻的时候会差很多。那这个小小的毛边，我会选择使用这个三角刮刀。那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三角刮刀的使用方式，其实就是你看到毛边的时候，轻轻的放上去，很轻哦。它虽然几乎没有啦，如果说别种系列的可能会有一些毛边，但是我们还是做一个示范。你只要这样用其中的一个刃摸过去就可以了。你看摸过去以后，这个线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毛边的。
如果你打磨刻线完，就可以准备进行上色。那现在阿志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盾大家不知道怎么拆件，确实这是比较困难的部分，因为你必须要把这一个方块移除，可是这个方块衔接到根部，那其实它有2种方式啊，就是你要很漂亮呢，还是有做出这种感觉就好。那首先，不管你要做怎么样，我们还是必须把这个边缘的这个线先刻出来，因为等一下不管你用剪的还是你用锯的，有刻这个还是会让它比较好移除。另外一个做法就是这个叉叉叉，它其实非常的锐利，你只要继续这样刻，你知道吗？现在它已经刺进去已经快要一半。好，如果你很有耐心，而且你希望这个很漂亮的话，我们就可以一直刻，刻到它破掉为止。好，那这边刻完以后，一样这个位置要继续的做一个这个刻线的动作。一开始一定要轻轻的，不然很容易刻过头。那如果真的不小心刻到边边，我们等一下用胶把它补起来就好了。这边就是一定要刻得够深。我们现在就是要假装有一个这样子的零件，好，要把它移除。OK， 那另外一侧的这边一样。一直刮，那这个时候不管它的形状有轻微的变形还是什么，都不用理它。这个后面很好处理。好，这时候我们就要来做这个掏假薄的动作了。好，这个斜口钳它是单刃嘛，我们刚才有做一个破钩，轻轻夹一下，然后呢，这边从内侧，好，尽量的贴到底。也轻轻的夹一下，那这2块它这边就起来了。好，那这个呢，我们就要从外侧把它刻进去。如果你希望它一直都是这么平整的，我们可以用刻的方式刻到它破掉为止。我们也可以用锯的。那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使用这个溶剂的特性去让它裂开。可是我觉得那个比较容易出意外，所以我们还是先用这种比较基础的方式会比较好。好，那你看我们平常买了很多蚀刻片，那我们是用这种资料夹去做一个分类，前面是改造系列的，还有一些型版，不然你没有这样归类，你到时候会很难找。这些常用的这些刻线型版，你做一个简单的归类，那你用掉的这个背卡不要丢。贴在这上面就可以一直找到你需要用的东西。然后像我现在需要的是这个手工锯，平常在用那个锯子太长又没有收回来，还好这里还有一片这个 MAD 4周年送的，好，我们就用这一个蚀刻锯来锯看看。那它这里有2个小小的接点，好，这种接点呢，你可以用折的，你看这样子就下来了，好，非常的轻松。然后它这里有一个这个。这是要做卡扣的，它的盖子的卡扣，随便你要不要用。OK， 就这样。好，你不用很出力，因为它其实是很轻松就可以锯过去的东西。轻轻的推，你越大力，你会觉得阻力越大。你反而这样轻轻的，它就会一直往下走。这时候它已经，你看哦，这个边缘它已经到底了，你看这个锯子它已经全部进去了，然后这边的锯子呢，它已经也进去了，代表呢这边基本上间接的点几乎快要没有，只剩下这个最死角的地方。你看这一侧已经被拿起来了，好，还可以再装回去，然后这边就是用一样的方式。那我们现在把它轻轻的推一下，现在就做好了这个
拆件，这边我们可以稍微把它做整平。本来这侧面要做这个整个无缝嘛，我们就可以让这个黑色的零件有没有套进去，然后这个灰色的套进去，红色的套进去。大家不要太担心这种小瑕疵哈，这种浅浅的哈，只要用黑胶稍微补一下磨掉它就平了。然后这里面都是看不到的，好，可是我们的卡榫有留着，哦，所以卡榫的瑕疵不用管它。那我们再这样子把它套回去，好，你看，我们就成功的做了一个分件。好，那现在我们就是要来做这个，它上面有这个很多很短的刻线。对。好，为什么你会没有办法做这个刻线？就是因为你的工具不够齐全。这还缺什么？就是当这么短的线，我们就需要全套的雕刻刀。这个要宽刀不够，全套的。全套。对。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就拿0.7来合这一条线。如果一样长的，我就可以顶了。好，那我们现在来让镜头来看这个0.7的线在哪里。那这个脚踝的方式啊，就是我们会选择合适的尺寸。例如说，这一个线段呢，它现在是有限制的，我们就会挑一个符合它尺寸的来压这个 V 型。那你压的第一刀轻轻的摇下去以后呢，等一下你就可以再压第二刀，然后让它有一个陷进去的这个凹槽。下面的这一侧呢，因为它没有实际的这个边缘，所以它下面的这个实际的边缘，我们可以自己预设它可能会存在什么位置，然后来把它压出来。像我们刚刚压出沟槽的时候，它多多少少一定会有很轻微的毛边，所以我们就用2个方向的刃，去把它这个毛边去除。那像这么短，你看我们压2下，压2下，这边也压2下，其实前后的边界就出来了。中间这条一定要贴胶带，那我们可以贴这边，也可以贴这边。那以视觉来看，理论上是贴这边才是正确的。本来没有这一条，对，它本来是完全没有这一条的，对，这条是我们要自己假设它会在这里收边，对，好，那这个贴好以后，我们稍微刮紧。如果你们还没有习惯这个刻线刀，你用针也可以，或者是说我们从细的这种，但是你也不要选最细的。我现在是用0.1，我喜欢用0.1。可是如果你不熟练，直接用0.1，你角度错了，你很有可能会把这个刀子弄断，因为0.1很薄。好，我们现在把它刷掉。好，我们这时候就可以点墨线。好，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先用墨线来检查，顺便看有没有比较明显的毛边需要去除。那你看，经过我们的压刀处理，这2个短刻线其实是蛮漂亮的，然后再衔接过来，然后再直接折到这个折角。那后面做一样的动作，我们就可以做譬如说白灰白，或者就算不做白灰白呢，至少你也可以看得出来是有1、2、3个零件。好，那这次的前处理我们的教学就到这边。那因为工作量很大，我们接下来进入喷涂的范围。对，这一次呢，我跟阿志也会来一场这个师徒对决。就是我做好这一些，然后喷好漆，我还会跟魔光堂的堂主合作改灯，然后你就用你目前技术的所有的巅峰，做一台来跟我们 PK。你有灯呢，不行啊！你有底座哦，底座哦，你有底座，我有灯啊，到时候来观众投票。你那底座超香的，你知道吗？是吗？大家看那个底座一定会吓一跳。哦，好，期待一下。对，那如果你喜欢 MGSD 这个单元呢，请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开启小铃铛，你就会收到我们的通知哦。好，下次见，拜拜。